你闻过人肉被烤焦的味道吗？皮肤先是被绷紧，发出干燥的嘶嘶声，接着一点点皲裂，皮开肉绽，冒出焦糊刺鼻的气味。上一世超高温末世来袭前，我未雨绸缪买的别墅却被弟弟的女朋友抢先住了进去，我好心收留他们，弟媳却霸占我的主卧，滥用我的化妆品，无休止地开空调，还警告我，你弟才是老顾家唯一香火，我才是这个家的女主人，少在你弟这里蹭吃蹭喝，趁早卷铺盖走人。后来弟媳撺掇全家人逼我出门买物资，因为高温脱水，我绝望地拍打着家门，却眼睁睁看着自己买的别墅进不去。太阳的炙烤下，我听到皮肉刺啦刺啦焦糊的声音，被活活烤成了一具干尸。再次睁开眼，我回到了高温末世前，弟媳霸占我房子的那一天。手机正在推送40高温预警，看到这条推送时，我正坐在工位上，浑身一激灵。家族群突然传来弟弟女朋友张倩倩发的视频，视频里她正举着自拍杆在我新装修的别墅里走来走去，得意地笑。大家快来看，这是我和顾承泽的婚房，明天我就搬过来，怎么样，装修的不错吧？她笑得灿烂，丝毫不在乎这间房子的主人是我。起初没有人在意这场气候变化，前世只有我接到市政预警后未雨绸缪，新买下一套别墅，囤好了物资，结果刚装修好就被弟媳偷拿走钥匙，抢先霸占了进去。很快超高温末世来临，地表达到了恐怖的60，我们被封控在家中，明明家里很多食物，弟媳却哭着喊要吃炸春卷，不然就绝食。阿泽，我饿着不要紧，你儿子饿死了，你别后悔。我妈心疼自己弟媳肚子里的种，拿着水果刀以死相逼，逼我出去买春卷。当我穿着防护服九死一生带回炸春卷时，已经是最热的中午，鞋子已经被地面烤化。可等我弟打开家门，他接过了袋子，却狠心将我推到了门外。姐，别怪做弟弟的狠心，大难当头，多你一张嘴就少我的一口饭，你好自为之吧。我在60多度的高温炙烤下拼命敲门，无人理会，被活活热死在了外面，很快被烤成了一具干尸。我死后，爸妈还帮着弟弟抬尸，将我分尸冲进了下水道。此刻我妈又打来了电话，喜滋滋说，软软啊，你弟媳要把我们都接到新房子去住呢，明天我们一起过去。这一次我缓缓勾起唇角，爽快地答应下来。好啊妈，等我好好收拾一下就迎接你们过来。挂了电话，我立刻打开所有借贷平台，信用卡、套现、网贷，甚至用别墅2次抵押，短短3小时500多万现金到账，加上我这些年创业自己的积蓄1000多万用来囤货绰绰有余。没有人知道我买的别墅还有一个防空洞级别的地下室，冬暖夏凉，连同着一条地下暗河，堪称天然冰箱。接着我驱车前往超市，开始了买模式。首先是100台大功率蓄电池和20台静音柴油发电机，接着是30台不同规格的冰柜，500箱韩式火鸡面，1万包螺蛳粉，上千箱自热火锅，可乐雪碧，这是基础的快乐源泉，300块顶级澳洲战斧牛排，500份 M9 和牛眼肉，100整条西班牙火腿，上千盒黑虎虾和帝王蟹腿刺身，哈根达斯装满2个冰柜，各种慕斯蛋糕、半熟芝士、橙香班，另外500箱军用压缩饼干，1000个肉类罐头，500公斤真空包装米面是基础。除了食物，我还囤积了大量的矿泉水和必备药品，所有物资我都要求深夜配送，并亲自指挥工人通过别墅车库内隐蔽的通道，全部转移进那个深达地下5层、恒温恒湿的防核弹级安全屋里，那里才是我真正的诺亚方舟。忙完天边饭白，第二天一早，门外传来咚咚的敲门声，弟媳张倩倩尖利的嗓门响起，顾软软，快开门，我们搬过来了。我扯起冷笑开门，门外弟媳领着爸妈弟弟还有搬家公司的人浩浩荡荡霸占门口，嚣张至极。弟媳熟练地掏出钥匙开了门，俨然一副女主人的气派。我妈看着精致的法式装潢，到处摸摸看看，高兴得合不拢嘴。软软啊，真是懂事了，知道体贴爸妈辛苦，提前给你弟弟买好房子了，就等着给我们一个惊喜嘞。我温和一笑，附和着回答，那当然了，你们老两口辛苦这么多年，还不得享享清福吗？心里却想，你们对我这栋房子的了解还一无所知。如我所料，弟媳一来，第一件事熟练地跑去了我的主卧，娇羞万状地说，阿泽，这以后就是我们结婚的卧室了。说着他就拿出了自己买的大红床上4件套，麻利地接走我的床单，将他的红床单铺了上去。短短10几分钟，就连墙上都被张倩倩贴上了乡村早生贵子、龙凤宝宝红红绿绿的海报。怎么样，好看吧？我选了很久呢。我心里一阵犯恶心，可仍是忍着，直到回头看到顾承泽哈巴狗一样谄媚的模样。我老婆眼光就是好，连我妈也拍马屁，倩倩不愧是学过美术的，贴的话也吉利。我看肚子里呀，一定是个宝贝孙子。弟媳十分得意，和前世一样，她又一眼看中了我桌上的化妆品。上辈子我所有名贵化妆品都被弟媳霸占了去，而我有洁癖，别人用过的东西我都不会再用。没想到啊，你过得还挺滋润的，
全都是国际大牌。张倩倩有些酸酸的瞥了我一眼，直接大包大揽，反正你可以再买，这些护肤品现在都是我的了。可这次我一反常态，直接把护肤品都笑吟吟推给了她。既然你想要，就都给你了。弟媳有些怀疑的看着我，姐，你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大方了？她不知道，我早就把那些大牌护肤品藏匿起来，替换成了某多多9块9包邮的假货，涂在脸上，可是会烂脸的哦。我懒得周旋，直接拽过顾承泽，冷漠地摊开手。顾承泽，给钱吧，你女朋友拿走的这些化妆品，你凑个整给我1万就行。可顾承泽却挠了挠头，嬉皮笑脸的看着我，姐，我哪有钱啊？就一点化妆品，你送给倩倩不就完了？你怎么这么抠啊？我几乎气笑了，我抠门，他来替我凯他人之康，对吧？爸妈给你攒钱买房子的钱呢？没有30万也得有10几万了吧？最终在我的逼问下，顾承泽的脸憋得通红，才告诉我的钱借给倩倩他哥买房子了，就是我小舅子，都是一家人，用我的钱怎么了？小舅子说会还我的。我终于恍然大悟，原来如此，这个蠢货竟然把攒下来的钱都无脑贴给了还没领证的女朋友，看着他被人卖了还数钱的蠢样，我心底的恨意化作畅快笑意。前世他为口粮把我推出门烤死，这一世我倒要看看被枕边人掏空家底的他还能嚣张多久。亲爱的弟弟，这一世你的好日子也很快要到头了。爸妈带着弟弟弟媳搬进来的当天，就嚷嚷着让我请他们吃饭。软软啊，你看你这么有钱，都住上大别野了，有没有什么暴餐赤肚请我们吃吃？我含笑着答应，当然可以了，我带你们去吃。这天中午，我确实请他们吃了一顿好的，看着弟媳和弟弟像饕餮一般在餐桌上大快朵颐。殊不知，恐怖高温马上就要降临了。这一顿是为了拉高他们的阈值，这样从高处跌落时才会痛不欲生啊！外面的气温升高很快，已经来到了45高温，气象局发布了超高温红色预警。张倩倩不满地抱怨：“这天怎么这么热啊？不会人工降雨给咱们凉快吗？”顾承泽立刻奉承：“就是看把我媳妇热的，我这就把空调调低一点。”说着，顾承泽就毫不犹豫把空调调至了18，一边给弟媳按摩着肩膀，别提有多惬意。我冷笑，很快末世高温就要断水断电。虽然我的别墅里有配电箱，但他们这样毫不珍惜电力，电力很快就会耗尽。外面的天气越来越热，全家人都愈发好吃懒做起来。我也有样学样，悠哉吃着冰箱里的食物，可食物坐吃山空，自然越吃越少。超高温50的预警下来时，父母终于如梦初醒。我知道这场灾难是避无可避降临了。万年冰川融化，释放出来耐高温的远古病毒，引发了瘟疫，让所有人都不得不待在家中。我妈唉声叹气，这可怎么办才好啊？外面还爆发了疫情，谁敢出门啊？这时，全家人的目光忽然齐刷刷盯到了我身上，我浑身瞬间汗毛倒竖，不寒而栗。可我还是佯装不觉，继续埋头喝着碗里的泡面。顾承泽对我冷嘲热讽：“是啊，我们存粮本来就不多了，家里还有我姐这么个吃闲饭的。”我妈当即抢走泡面桶，指着我破口大骂：“吃，就知道吃，家里粮食都被你吃光了，我们吃什么？”我无辜地仰起头：“你们吃饭，我也要吃饭啊，难不成要我一个人在家饿死？”这时，弟媳控制不住地尖叫起来：“什么在家？这是你家吗？我们吃的都不够了，你还不从我家卷铺盖滚蛋！”一声我家叫的中气十足。听到弟媳的破防，我十分心满意足，就等着你们的逐客令呢。我毫不犹豫地答应：“好，行，我走，给你们腾空。”我爸还在假惺惺说着客套话，塞给我100块钱。软软啊，别怪我们心狠，主要是家里就这点吃的，实在是不够分了。你出去找个地方住，等过了这一阵再说，也给我们捎点物资回来。我捏着那100块钱，近乎嘲讽，在末世通货膨胀加剧，让我拿这点钱去租房，无异于让我去死。可我还是爽快地点点头，没问题。转身，我就在一家人嫉恶如仇的目光中，顶着50度高温天出了门。而实际上，我根本没有离开我家院子，转头就打开了我的地下室门。他们并不知道，我就住在离他们一地板之隔的地下室里。这栋别墅有防空洞级别的地下室，凉爽宜人，丰富的物资和配电箱也大部分在下面。这些东西够我一个人活后半辈子，足够支撑这场恐怖高温结束。前世却被这大手大脚的一家子不到2个月就吃空了，他们才逼我出去买物资，并让我活活热死在外面。风水轮流转，也该我来享受应得的了。我走后没2天，50恐怖高温就降临了。手机新闻推送着，近日持续高温已经导致欧洲各国超千人热射病死亡，中美洲印度多地气温超过58，专家表示这样的温度已经不适合人类生存。而此刻，我正抱着半块冰镇西瓜，一口一口悠闲地吃着，一边看着家里的监控。没有我打扫卫生，家里早已经乱成了一锅粥。我妈还算有点风险意识，在家里接满了一盆盆的自来水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可
可弟媳的脾气明显更加火爆。江桂兰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接这么多水放地上，我都没处下脚了，要是滑倒了，把你孙子流了，你负得起责任吗？我妈被小贝指着鼻子骂，脸色十分难看，弯腰捡着水盆。倩倩啊，我就是怕停水了怎么办？用得着这么吼我吗？她委屈地看了一眼我弟，指望着我弟能替她讲两句，没想到顾承泽直接暴躁地踢翻了一个个水盆。妈，还不快把这些没用的东西倒掉！发什么神经质？我妈愣住了，委屈的眼泪也挂在了脸上。从前他们这副嘴脸都是用在使唤我身上，现在我妈也能换位体会了。我看着他们越来越焦躁的样子，心里想，这家人也不是很团结一心啊。我打开冰箱，又拿出红酒和战斧牛排，美滋滋打开了一个喜剧电影。就这样，我在我的避难所度过了十分享受的一段时间，没有人指使我干活，没有殴打和谩骂，惬意的不得了。恐怖高温降临的第10天，外面攀升到了接近60高温，路面能煎熟鸡蛋，新闻不断播报热射病、死亡消息，人间成了炼狱。更可怕的是，小区突然停水了，我囤足纯净水，丝毫不受影响，楼上却瞬间炸开锅。我妈坐在地上拍腿大哭，造孽啊！我早就说过要多存水，现在粮食没了，水也断了，是要逼死我们啊！顾承泽眉头紧缩，一向强势的我爸也坐在沙发上，将手深深插进头发里，一言不发。几人急切地给我打电话，可我早已销毁了那个电话卡，他们拨打的只有空号。这个该死的顾软软，估计是真找到了地方，只顾着自己享福快活去了，根本不管咱们死活了。他们不知道，此刻我正通过监控看着口干舌燥的他们，饶有兴味地为自己亲手榨了一杯冰镇西瓜汁。正当一家人陷入了绝望中时，只见弟媳眼珠一转，妈，要不然你出去给我们搞点吃的吧。如果买不到，你就去求助那些服务站，我就不信还能放着我们饿死渴死。我妈愣了一秒，茫然地看了看我弟，希冀着他能阻止，可顾承泽居然表示了赞许。妈，倩倩说的对，你不去，难道我们一家人抱团等死吗？你年纪大，经验丰富，说不定能找到路子。连一直蹲在角落闷不吭声的我爸也用力咳嗽了一声，含糊地附和：桂兰，我是家里顶梁柱，去不得。小泽，细皮嫩肉，经不住晒，为了这个家，你就辛苦一趟。我妈不可思议地瞪大了眼睛，声音颤抖：什么？你们要我出门去买物资？现在出去，外面可是会热死人的。我远远看着这一幕，视线逐渐被眼泪模糊。原来他也是知道会热死人的。我最亲的亲人，却亲手把我推进炼狱般的高温天里。上辈子被暴晒致死的恐惧如噩梦般袭来，皮肤在烈日下刺啦作响，喉咙干涸如砂纸摩擦的窒息感，还有临死前拍打家门时门内传来的隐约电视声。我闭了闭眼睛，深吸一口安全屋里清凉干燥的空气，却看到张倩倩见我妈不肯动，立马捂肚子撒泼尖叫起来：老东西，你必须去，热死也得找吃的回来。我肚子里是顾家唯一孙子，你想让老顾家绝后吗？说完，他抓起一旁的空酒瓶，毫不犹豫朝我妈额头砸了过去，鲜血瞬间顺着额角淌了下来。我妈痛苦地蹲在了地上，我倒吸一口凉气。在灾难面前，什么骨肉亲情，他们这些自私自利的人只会自相残杀，而这不过只是开始。在弟媳的撒泼要挟儿子丈夫的冷漠逼迫下，我妈终究没敢反抗，颤巍巍站起身，眼神空洞得像个提线木偶。她翻遍全屋，只找到一件薄薄的短袖衬衫，连遮阳帽都没有，更别说前世我拼死穿的隔热防护服。弟媳还在一旁催促：快点，磨磨蹭蹭，饿死我们，你赔得起吗？我妈挪着脚步，一步步挪到玄关，手搭在门把手上，迟迟不敢拧开。她比谁都清楚，门外是60高温炼狱，踏出去就是九死一生。可身后是家人冰冷的驱赶，没有一丝心疼，没有半点挽留。监控前的我面无表情看着这一幕，前世我站在这扇门外，拼命拍门哭喊哀求，换来的却是无情拒绝，最终在烈日下皮开肉绽。如今因果循环，报应不爽。我妈深吸一口气，闭紧双眼，猛地拧开了家门，瞬间恐怖的热浪如同火龙般席卷进屋，灼烧着皮肤，空气中弥漫着诡异的焦糊味。我妈被热浪呛得剧烈咳嗽，忽然发出一声凄厉惨叫，整个人被高温包裹，动弹不得。我妈踉跄着立刻退了回来，关上了家门，满脸震惊，半晌才缓过神来，无助地看着我弟。可顾承泽默认的样子让他彻底崩溃，一屁股跌坐在地上，开始哭诉起来：天杀的，老娘累死累活为了这个家，每天当牛做马，把你们伺候得舒舒服服，就得到这种待遇吗？我一把年纪的老骨头了，你们怎么忍心让我顶着高温出去买物资的？你们为我这个当妈的身体考虑过没有？顾承泽却抱着宝贝疙瘩似的弟媳，冷嘲热讽：妈，你是我们老顾家的人，死也是我们老顾家的鬼，更何况伺候我们本来就是你应该做的啊，你怎么还要起功来了？再说了，你都是半截身子入土的人了，早死晚死都是死，死之前再为老顾家做贡献，那也是你死得其所了。
妈，你要是饿着我宝贝儿子了，我们不介意把你变成物资，填饱肚子。对上我弟狠辣的目光，我妈不禁身子一颤，嘴唇都不自觉哆嗦起来。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，真到了极端的情况下，保不准真的会把自己变成他们桌上的一道食物。于是，在我弟恶狠狠的威胁与警告下，我妈身形一下子就颓败了下去，木然的穿上防护服出去了。但是一整天都没有回来。弟弟和弟媳一直巴望着看门，张倩倩倚靠在我弟怀里，显得有些有气无力，撅起嘴抱怨：“阿泽啊，你说妈什么时候回来呀？我和儿子都饿得有些受不了了。你说儿子会不会怪我这个当妈妈的没用，把他给饿着了？会不会饿坏了他呀？”我盯着监控画面，楼上的咒骂声一句句钻入耳膜，心底却冷得像结了冰。顾承泽紧紧搂着张倩倩，在闷热的客厅里来回踱步，张口就是刻薄的咒骂：“这个死老太婆！出去买个物资都能磨磨蹭蹭大半天，该不会是自己偷偷找地方躲起来偷吃，故意饿着我和我儿子吧？”我爸坐在沙发上，脸色阴沉，跟着拍着茶几怒吼：“我看他就是故意偷懒耍滑，等他回来，我非打断他的腿不可，好好治治他这个臭毛病。”张倩倩有气无力地靠在顾承泽怀里，手摸着威龙的肚子，尖着嗓子抱怨：“阿泽，我和宝宝真的快饿死了，再没有吃的，我们母子俩都要熬不住了。你快想想办法啊！”我靠在地下室柔软的沙发上，咬着冰镇葡萄，童年那些被重男轻女搓磨的记忆瞬间翻涌上来。小时候，家里所有好东西都归顾承泽，只有剩了的才会轮到我。过年桌上仅有的一盘枣花馒头需要上供，弟弟偷吃了大半，而我只是伸手碰了一下，我妈就一把推开我，冷着脸呵斥：“你是姐姐，是怎么看着你弟弟的？没心肝的东西！你弟弟还小不懂事，难道你也不懂事吗？”最后，我被罚跪在雪地里一夜，寒风吹得我浑身发紫，高烧烧得我意识模糊，从此还落下严重的病根。长大后，每一次痛经都痛不欲生，而他们从来没有过半分心疼。我轻轻勾唇，眼底没有一丝温度。我比谁都清楚，我妈根本回不来了，因为前世的我就是这样被他们逼出家门，在60的高温里活活烤死。如今不过是因果循环，报应不爽。我闭上眼，在恒温恒湿的地下室里安然睡去，任由楼上那3个吸血虫在饥饿和绝望里慢慢煎熬，一分一秒体会我曾经的痛苦。第二天清晨，监控里传来急促的敲门声。我睁开眼睛一看，是社区穿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来了。楼上的顾承泽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，连鞋都来不及穿，第一个冲过去拉开门，伸手就喊：“是不是送吃的来了？快给我！我老婆怀着孕，孩子都快饿坏了。”弟媳更是直接扑上前，一把抢过工作人员手里的物资箱，打开发现是压缩饼干，大失所望，可她还是拆开就往嘴里塞，含糊不清的嚷嚷：“我怀着孕，要吃麻辣香锅，要吃重口味的，这破饼干根本咽不下去，你们赶紧给我做，不然我就去投诉你们不作为。”顾承泽站在一旁帮腔，满脸不屑的吐槽：“我妈出去买物资，到现在都没影，真是个没用的废物。”连点吃的都弄不回来。工作人员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，语气沉重又严肃：“你们说的江桂兰女士，昨天下午找到我们服务站时，已经严重中暑，嘴角流血，皮肤起皱。她拼着最后一口气说要救儿子和未出生的孙子，话没说完就晕了过去。我们全力抢救，还是没能保住，已经去世了，还请你们节哀。”空气瞬间安静下来，我冷眼看着监控，心里没有丝毫难过。楼上3人的脸上没有半分悲痛，只有错愕和茫然，仿佛刚刚去世的只是一个毫不相干的陌生人，他们骨子里的冷血自私在这一刻暴露无遗，连最基本的伪装都懒得做了。工作人员说出我妈去世的消息后，顾承泽最先回过神，他甚至没有半点悲伤，他只是撇了撇嘴，满不在乎的嘟囔：“死了就死了吧，身体素质也太差了，出去一趟就没了，以后谁来伺候我们洗衣做饭啊？”我爸则捂着脸嚎啕大哭起来：“桂兰啊，我们结发夫妻，你怎么就这么突然没了？真是天灾无情啊！”可那哭声干巴巴的，没有一滴眼泪，只是扯着嗓子干嚎。我心里清楚得很，他哭的不是自己的妻子，是以后再也没有免费的保姆可以使唤，没人再任由他们拿捏。最让人恶心的是弟媳张倩倩，她直接翻了个白眼，不耐烦地踹了踹茶几，刻薄又冷血：“哭什么哭？天灾面前死个人算什么？江桂兰她一条老命，能换我们金孙活着，那是她的福气，是她为顾家做贡献。再说了，少了一个人吃饭，我们还能多撑几天，不用再跟人抢物资，这不是好事吗？有什么好哭的？”社区的工作人员听着这些冷血到极致的话，面面相觑，眼神里满是鄙夷和不解，最后只是摇着头转身离开，连一句节哀顺变都懒得说了。门一关上，我爸立刻停止了干嚎，抹了把脸就伸手去抢压缩饼干，嘴里还喊着：“快吃快吃，别浪费了粮食，吃饱了才有力气想办法。”3人围在一起狼吞虎咽，把刚刚去世的我妈抛到了九霄云外。
仿佛那个人从来没有存在过。我端起监控前的冰镇果汁一饮而尽，嘴角的笑意越来越冷。这就是我掏心掏肺对待了一辈子的家人，自私、冷血、毫无人性。他们如今的下场都是活该，是他们自己一步一步做出来的。社区送来的一箱压缩饼干，仅仅2天就被他们吃了个精光。本就被我之前用暴抻翅肚养刁了胃口的张倩倩，直接把饼干袋狠狠摔在地上，对着顾承泽撒泼哭闹。顾承泽，这破东西根本没法吃，干巴巴的咽都咽不下去。我怀着孕，需要营养。孩子要是发育不好，我跟你没完。老婆，我也没办法啊，外面60高温，出去就是死路一条，我总不能去送死吧？儿子不能没有爸爸啊！你就是没用！弟媳歇斯底里地尖叫，抬手就捶打顾承泽的胸口。你追我的时候说要把我宠成公主，给我全世界，什么都依着我。现在我怀了你的孩子，连口好吃的都弄不来，你就是个骗子，渣男！你是不是根本不爱我，只想借我的肚子生儿子传宗接代？等我生完，就把我扔在一边不管不顾了。我告诉你，孩子要是没有营养，我就不生了，直接打死他，大家一起饿死在这别墅里，谁也别想好过。他越闹越凶，直接躺在沙发上打滚，手故意护着肚子，一副不要命的撒泼模样，让顾承泽吓得脸色惨白，连大气都不敢喘，只能不停道歉求饶。我在监控前看得清清楚楚，冷笑不止。这个女人当初嫁给顾承泽时，装得温柔贤淑、善解人意，如今末世来临，利益当前，终于露出了贪婪刻薄的真面目，不过是个仗着肚子里的孩子。拿捏顾承泽这个蠢蛋的自私鬼。弟媳见顾承泽还在犹豫，哭得更凶了。她一把推开顾承泽，够了，我算是看明白了，你就是觉得我和儿子不配你付出，你心里只有你自己，从来没有想过我们母子的死活。你就是想白嫖我，借我生个孩子传宗接代，根本不爱我。等我生完孩子，你肯定会一脚把我踹开。这孩子我不生了，反正都是饿死，不如趁早了断，省得跟着你们顾家受苦受难，一辈子都抬不起头。他做事就要往茶几上撞，我不活了！顾承泽吓得魂飞魄散，一把将他死死抱住，声音都在颤抖，不停磕头认错。老婆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你别冲动，千万别伤了我们的儿子。我对你的爱天地可见，我怎么会不爱你和孩子呢？你是我的命，儿子是我的根，我怎么可能舍得你们？你别生气，我想办法，我一定想办法给你找吃的，就算是上刀山下火海，我也给你弄来好吃的。弟媳这才消停，斜睨着他，冷哼一声，直接下令想办法。你能有什么办法？给顾软软打电话，他肯定躲起来享福了。亲妈死了都不回来奔丧，必须让他把所有物资都交出来。顾承泽连连点头，像条哈巴狗一样听话，慌忙拿起手机，哆哆嗦嗦拨通了我的视频电话。他闭着眼睛，连连祈祷我接电话。监控前的我看着来电显示上顾承泽的名字，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笑意。我等这一天等得太久了，前世的血海深仇，是时候好好跟他们算算了。这场复仇的好戏才刚刚开场。我按下视频通话的接听键，2个视频画面泾渭分明。镜头里的我靠在冷气十足的地下室沙发上，手里拿着雪糕，旁边放着冰镇啤酒，音响里放着舒缓的音乐，日子惬意的不像话。而镜头对面的顾承泽脸色蜡黄，眼睛瞬间直了，馋得直流口水。他假惺惺的开口：姐，你在哪啊？日子过得这么舒服，还有雪糕吃，还有冷气吹，这条件也太好了吧？姐，你太自私了，长姐如母，你怎么能只顾自己享受，不管家人的死活？我们都快饿死渴死了，家里现在没吃没喝，倩倩还怀着你的亲侄儿，那是顾家唯一的血脉，你忍心看着我们饿死吗？你就不怕遭天谴吗？你赶紧把你的物资送回来，我们一家人一起度过难关，别在外面躲着了，一家人就该整整齐齐的。张倩倩也凑到镜头前，趾高气扬的呵斥，眼神里满是贪婪和嚣张。顾软软，赶紧滚回来，这房子本来就是顾家的，你的物资也该交出来，不然等我找到你，饶不了你。我看着两人贪婪又无耻的嘴脸，缓缓拆开一罐顾承泽最爱的冰镇啤酒，气泡滋滋作响，在安静的地下室里格外清晰。我轻抿一口，语气冰冷又决绝，没有丝毫犹豫。我当然忍心，没有半点心软，没有一丝不舍。我对这家人早已恨入骨髓，他们的死活跟我再也没有半点关系。我举着冰镇啤酒，对着镜头，把憋了2辈子的委屈和愤怒全都爆发了出来，一字一句掷地有声。你们都能忍心把我赶出家门，让我在60高温里自生自灭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家人亲情？怎么没想过我是你们的亲人？霸占我的房子，用我的东西，把我当佣人使唤，随意打骂使唤，最后为了一口吃的把我推出去送死。你们心疼过我吗？你们有过半分犹豫吗？现在没吃的了，没水喝了，想起我这个姐姐了，想起我还有利用价值了，晚了，一切都晚了。顾承泽脸色大变，开始强词夺理，试图道德绑架我。姐，你怎么这么斤斤计较？亲人之间打断骨头连着筋，你大度一点，别这么小气，毕竟家和万事兴嘛。大度，我被他这套冠冕堂皇的话逗笑了，笑的眼泪都快出来了。
霸占我的房子，榨干我的价值，最后把我往死里逼，这就是你说的家和万事兴？你站着说话不腰疼，是因为受苦的不是你。要是你的东西被抢，被人逼死在高温里，你能大度吗？你能做到毫不在意吗？我不是你们的妈，没义务伺候你们，没义务给你们当牛做马，更没义务给你们送物资。你们想活下去，就自己出去找，别再来烦我。我不想再看到你们这张恶心的嘴脸。说完，我毫不犹豫地挂断视频，直接拉黑了顾承泽的号码，再也不想听他半句废话，任由他在镜头那头气急败坏。视频被挂断后，顾承泽气得浑身发抖，狠狠把手机摔在地上，屏幕瞬间碎裂。他破口大骂：顾软软这个白眼狼，真是养不熟的东西，变得这么冷血无情，只顾自己享乐，根本不管我们的死活。他转头看向弟媳，一脸无奈又委屈：老婆，你也看见了，他不肯帮忙，他铁了心不管我们，我真的没办法了，没办法。弟媳勃然大怒，跳起来指着顾承泽的鼻子，破口大骂：顾承泽，你一个大男人，连你姐姐都搞不定，你还有什么用？你就是个废物，窝囊废！我嫁给你真是倒了8辈子霉，当初瞎了眼才看上你，怀着孩子跟着你挨饿受冻，你到底能不能干点正事？我出去就是死，外面60的高温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？顾承泽也被骂得急了，扯着嗓子回怼，脸上满是不耐烦。两人在闷热的客厅里歇斯底里地对骂，互相指责，互相推卸责任，把所有过错都推到对方身上，吵得不可开交。原本就脆弱不堪的关系，在饥饿和高温的折磨下，彻底裂了缝，露出了最丑陋的模样。我在监控前悠闲地吃着车厘子，眼底满是快意。别墅的总配电箱就在我的地下室里，我随时可以拉闸断电，让他们彻底陷入黑暗和闷热。但我没有这么做，短痛不如长痛，我要慢慢熬着他们，让他们尝遍我前世受过的所有痛苦，一点点走向崩溃。吃了一段时间的大鱼大肉，我有些吃腻了。在暗无天日的地下室，没有新鲜青菜补充维生素可不行。在这60极端高温的末世里，最金贵的从不是管饱的肉粮，而是能补充维生素、膳食纤维的新鲜青菜。地面上的草木早就被恐怖的高温烤成了焦灰，放眼望去全是干裂的土地和枯黑的枝干。别说能吃的野菜，就连一根活的草茎都找不到。外面的世界早已成了寸草不生的死亡炼狱。我心里再清楚不过，长期不吃新鲜蔬果，免疫力会飞速下降。在这无医无药，连医院都彻底废弃的末世里，一丁点小毛病都能演变成要命的急症。想要长久安稳地活下去，光靠囤货坐吃山空远远不够，必须得有自给自足的能力。还好我重生改造地下室时，就盯上了一处绝佳的地方，别墅地下室最深处的日光室。这是原房主生前特意打造的私人桑拿房，四面嵌着加厚隔热钢化玻璃，预留了独立的恒温电路系统和通风口，原本是用来蒸桑拿休闲的，如今却成了末世里独一无二的宝藏空间。我提前囤了60袋有机营养土，30块压缩椰砖，还有足足2大桶发酵好的生物有机肥。改造时直接撬掉了桑拿房的石板地面，铺上了厚厚一层松软肥沃的基质土，又接通地下室的独立柴油发电机，精准调控好温度和光照。我硬生生把这间桑拿房改成了专属我的密闭小菜园。不过短短半个月，这片小小的菜园就冒出了喜人的绿意，脆嫩的上海青油亮的生菜，爬满藤架的小黄瓜，还有挂着青果的矮生番茄，在人工光照下长势蓬勃，鲜嫩的叶片透着鲜活的生机。我轻轻掐下一片生菜叶塞进嘴里，清甜脆嫩的汁水瞬间在舌尖爆开，彻底驱散了满口的油腻，浑身的稚闷都一扫而空。在这绝望压抑的高温末世里，这片小菜园从不是简单的菜地，而是我活下去的底气。不用再依赖囤货的干菜罐头，就能随时吃上新鲜蔬菜。另一边，别墅内，等到最后一块压缩饼干也被吃光后，楼上3人彻底弹尽粮绝，饿得眼冒金星，连吵架的力气都没有了，瘫在沙发上有气无力。老公，再这样下去，咱们一家非得抱团死在这里不可。张倩倩忽然眼珠一转，拉着顾承泽走到我爸面前，开始联手对我爸进行道德绑架，把所有压力都推到了我爸身上。他挽着我爸的胳膊，娇滴滴地卖惨：爸，你都活了大半辈子了，这辈子也值了，该享受的都享受了，可我肚子里的孩子是顾家唯一的根啊，不能眼睁睁看着孩子饿死吧。阿泽年轻力壮，是家里的顶梁柱，不能出去冒险，不然孩子没了爸爸，以后谁养活他？谁来给顾家传宗接代？我怀着孕，身子娇弱，更不能出门，只有你出去跑一趟，找点物资，我们全家才能活下去啊！你就当为了你的金孙牺牲一下吧。顾承泽跟着附和，语气也理所应当。爸，为了你的金孙，为了顾家的香火，你就辛苦一趟吧。你是家里的长辈，该为小辈付出了，这是你的责任。我爸本就患有股骨头坏死，走路一瘸一拐，身体极差，被2人一唱一和逼得哑口无言，脸色惨白。他看着张倩倩隆起的肚子，又看看儿子冷漠的眼神，最终咬了咬牙，颤巍巍地开口，声音里满是绝望：好，我去给你们找物资。他拖着病弱的身体，翻出一件薄薄的短袖衬衫，
连最基本的防晒都没有，一步步挪向玄关，走向那足以致命的高温炼狱。我爸刚打开家门，恐怖的热浪就像一条火龙一样扑了过来，瞬间裹住了他瘦弱的身体，烫得他惨叫一声。60的高温烤得空气扭曲变形，地面烫得能直接煎熟鸡蛋，皮肤接触到空气的瞬间就传来火辣辣的灼烧痛感，像是被烈火炙烤。他捂着隐隐作痛的胸口，一瘸一拐地往小区物业的方向挪去，每走一步都像是踩在烧红的铁板上，痛苦不堪。汗水瞬间浸透了他的衬衫，顺着脸颊往下流，嘴唇干裂地流出血来，眼前阵阵发黑，几乎要晕厥过去。他却还在喃喃自语：我要找物资救我的大孙子，不能让老顾家绝后。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就是找到物业，拿到物资，救肚子里的金孙，却从来没想过自己的性命在弟弟弟媳眼里根本一文不值。可他的身体早已被常年的养尊处优掏空，加上严重的股骨头坏死，根本扛不住这样恐怖的高温。还没走到小区门口，他的心脏突然传来一阵剧烈的绞痛。我爸脸色瞬间惨白如纸，浑身抽搐着倒在了地上。他哆哆嗦嗦地伸手去掏兜里的救心丸，指尖刚碰到药瓶，眼前就一黑，失去了意识。爸！顾承泽急切地叫了起来。我盯着监控，看着顾承泽站在窗边，眼睁睁看着我爸倒在地上再也没起来。他吓得瞬间瘫软在地，浑身的力气都被抽干，眼神空洞。张倩倩也慌了神，沙哑着哭喊，满是绝望。怎么办？老公，现在连爸也晕倒了，没人给我们找吃的了，没人可以使唤了，我们真的要饿死在这里了。就在这时，微弱的敲门声响起，断断续续，有气无力，透着绝望和求生欲。有人敲门，顾承泽挣扎着要去开门，双腿发软，几乎站不起来。张倩倩却一把拉住他，尖声阻止，眼神里满是自私和冷漠。别开！这时候谁会来？肯定是乞丐，是来抢吃的。我们自己都快活不下去了，哪能收留别人，哪能分给别人粮食？顾承泽被他拉住，终究没敢开门，心里的恐惧战胜了最后一丝良知。也是，在末世多一个人就少一口口粮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。敲门声渐渐消失，一切归于寂静，死一般的寂静。片刻后，顾承泽终究放心不下，心里还抱着一丝希望，猛地拉开门，眼前的画面让他魂飞魄散，踉跄着跪坐在地上，吓得浑身发抖。只见我爸的身体死死粘在滚烫的地面上，皮肤被烤得滋啦作响，冒起阵阵白烟，皮肉和地面粘在一起，根本抠不下来。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焦糊味，是人肉被烤至熟透的味道。爸！顾承泽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嘶吼。可这绝望从来不是因为亲情，只是因为最后一个可以使唤的人也没了。是你不让我开门，我妈已经死了，现在我爸也死了，都是你害的，你满意了？顾承泽猛地转头，血红的眼睛死死盯着张倩倩，像一头发疯的野兽，冲上去一把掐住她的脖子，力道大得恨不得掐死她。张倩倩被掐得脸色发紫，喘不上气，舌头都快伸出来了，拼命挣扎，手脚乱蹬。顾承泽，你疯了吗？你放开我，我肚子里还有你的儿子，你想让顾家绝后吗？你敢杀我，你就断子绝孙。儿子，听到这2个字，顾承泽猛地松开手，像是被泼了一盆冷水，瞬间清醒过来。他喘着粗气，眼神癫狂。不会的，家里一定还有吃的，这么大的别墅，不可能什么都没有。顾软软肯定把备用物资藏起来了。而我看着这一幕，弯唇一笑，倒还不算太蠢。两人像疯了一样，在别墅里翻箱倒柜，把家具砸得乱七八糟，沙发被划破，柜子被推倒，满地都是碎片，嘴里不停念叨：一定有吃的，一定是藏起来了，我们不会饿死的。他们像无头苍蝇一样，把别墅翻了个底朝天，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，只为找到一点能填饱肚子的东西。1个小时后，顾承泽猛地拉开冰箱冷冻层，看到里面的东西，瞬间惊喜地尖叫起来：找到了，这里有吃的，终于找到了！冷冻层深处放着一整块我妈冻了2年的酸汤子，那是抠门的我妈来看我时给我带的礼物，被我顺手塞进了冷冻层。还有木耳、西红柿、肥牛、大虾、鸡腿，满满一堆食材，看着格外丰盛。张倩倩冲过来，眼睛里闪烁着贪婪的绿光，仿佛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，激动得浑身发抖。他们显然没有看过那个酸汤子中毒的新闻，看着冻得硬邦邦的食材，两人脸上露出嫌弃的神色，皱着眉头，满脸不情愿。顾承泽犹豫着开口，心里有些打鼓：老婆，这东西冻了2年了，时间也太久了，还能吃吗？别吃坏了肚子，得不偿失啊！张倩倩早就饿得眼前发黑，头晕眼花，一把推开他，不耐烦地呵斥，语气理所应当：冻了2年怎么了？冰箱就是用来保鲜的，冷冻的东西放多久都不会坏，肯定能吃，总比活活饿死强。你看这么多荤菜，都是营养，正好给我补身体，给孩子增加营养，说不定这就是顾软软特意留着应急的，我们不吃就浪费了，就是傻子。顾承泽咽了咽口水，
看着满是荤腥的食材，饥饿战胜了理智，再也顾不上犹豫，点了点头，你说的对，能吃总比饿死强，有总比没有好。两人立刻忙活起来，手忙脚乱地把食材解冻，把家里最后半桶纯净水倒进锅里，支起小火锅，把冻了2年的食材一股脑丢进去。很快，火锅沸腾，浓郁的酸香弥漫在闷热的客厅里，勾得两人口水直流。两人狼吞虎咽，风卷残云，把所有食材吃了个精光，连汤都喝得一干二净，撑得肚子圆滚滚的。他们一边吃一边满足地感叹，果然还是肉好吃，终于吃饱了，还是荤菜顶饿呀。弟媳冷嘲热讽，我就知道你姐还藏着掖着这种好东西，还藏得挺深的，什么骨肉亲情啊，亲兄弟明算账。阿泽，只有我们母子跟你才是一家人。顾承泽点头，深以为然，竖起大拇指，还是我老婆有大智慧，听着他们到这种时候还喋喋不休着我的坏话。我嗤笑一声，却不知道他们吃下的不是救命粮，而是足以致命的毒药。这顿饭就是他们的断头饭。吃饱喝足，两人瘫在沙发上，一脸惬意，摸着圆滚滚的肚子，满足地叹气，完全忘了刚刚去世的父母，忘了身处末世的绝望。张倩倩靠在顾承泽怀里，媚眼如丝，小手抚摸着顾承泽的胸口，轻声呢喃：老公，现在世界上就剩下我们2个人相依为命了，我们要好好活下去。顾承泽伸手摸着她的孕肚，低低一笑，语气轻浮，已经过了头3个月了，小心一点，没关系的，不会伤到孩子的，宝贝，你真的好美。我皱起眉，当初顾承泽看上弟媳，就是看上了她胸大腰细，丝毫没有考虑过她的智商对后代的影响问题。可此刻，张倩倩的脸早就因为廉价护肤品过敏变得坑坑洼洼，顾承泽却仍然觉得好看，可见他的视力也已经被毒素侵蚀的不行了。两人依偎在一起，情意绵绵，动作越来越放肆，完全沉浸在短暂的满足里，把所有危险都抛在了脑后。老公，你好棒！两人热汗淋漓，丝毫没有察觉到危险将至。就在这时，我缓缓起身，走到配电箱前，眼神冰冷，轻轻拉下了别墅的总电闸。其实，小区早在昨天就已经全面停电了，我一直用地下室的发电机给别墅供电，就是为了等这一刻，等他们最惬意的时候，把他们打入地狱。电闸拉下的瞬间，别墅里瞬间陷入黑暗和闷热，空调停止运转，风扇停转，室温开始飞速攀升，闷热感瞬间席卷整个屋子。而我转身走进浴室，泡了个热水澡，洗掉一身疲惫，出来后吃着新鲜的车厘子，冷漠地盯着监控画面，看着他们从惬意满足一步步走向恐慌和痛苦，看着他们坠入地狱，不得翻身。折腾完，两人脱力地瘫在地上，捂着肚子满地打滚，疼得死去活来，脸色惨白如纸，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。张倩倩有气无力地指责，把所有过错都推到顾承泽身上，都怪你，要不是你和那2个老不死的没用，找不到物资，我能吃那个破酸汤子吗？害得我疼成这样，孩子要是有事，我跟你拼命。顾承泽有气无力地回怼，眼神里满是埋怨，怪我，要不是你非要吃，我们能这样？有吃的就不错了，还挑3拣4，忍忍就过去了，总比饿死强。我看着他们俩狗咬狗，心底莫名涌起一阵快意，两人吵得筋疲力尽，最后连睁眼的力气都没有了。无意间，顾承泽在沙发缝里摸到了一个冰凉的东西，他拿出来一看，是一把陌生的金属钥匙，造型特殊，不是家里任何一扇门的钥匙。这是什么钥匙？家里的门我都试过，不是这个，到底是开哪里的？张倩倩眼前一亮，一把抢过钥匙，像是看到了生机，欣喜若狂。这房子是顾软软的，她那么精明，肯定有隐藏的储藏室或者防空洞，里面一定有物资和冷气，有吃的喝的。监控前的我心头一紧，眼神瞬间变冷。这是我地下室的备用钥匙，我立刻跳下床，冲到地下室的大门前，重新加固了一遍，眼神冰冷。他们以为找到了生机，却不知道这只是通往死亡的最后一程，是我为他们准备的终极坟墓。快找，这房子一定有暗门，一定藏着物资。张倩倩攥着钥匙，疯了一样在别墅里乱窜，眼神狂热，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。两人翻遍了卧室、客厅、厨房、阳台，最后把目光投向了车库。弟弟和弟媳立刻换上了防护服，顶着热浪出了门。终于在车库的角落，他们发现了一扇隐蔽的、从未打开过的小门。就是这个，一定是这个！顾承泽激动地大喊，手都在发抖，拿着钥匙就要插进去，迫不及待想打开门，找到里面的物资。地下室里，我靠在加固的门上，听着外面的动静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。我早就做好了万全准备，只等他们前来。殊不知，他们吃下去的酸汤子早已变质，产生了致命的米酵菌酸，无药可解，毒性正在一点点发作。他们的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，他们现在越是兴奋，越是激动，死的就越快，越凄惨。张倩倩催促着，贪婪地搓了搓手，快开门，里面一定有冷气和吃的。顾软软那个肯定藏在这里享福，不管我们的死活。钥匙插入锁孔，轻轻一转，咔嗒一声，门开了。
我站在门后，静静等着他们，像等待猎物落入陷阱的猎人，冷漠地看着他们走向灭亡。逃生门打开的瞬间，清新的冷气扑面而来，夹杂着蔬菜的清香和楼上的闷热恶臭，判若两个世界，仿佛是人间天堂。我靠，这里是天堂吗？两人愣在原地，揉了揉眼睛，随即狂喜，尖叫着冲了进去，生怕晚一步就被抢走。眼前是一片生机盎然的光和菜园，新鲜的西红柿挂着露珠，黄瓜翠绿鲜嫩，生菜水灵饱满，长势极好，看着就让人垂涎欲滴。明明刚刚吃饱，两人还是像饿狼一样，抓起西红柿就往嘴里塞，狼吞虎咽，汁水四溅，丝毫不在意形象。太好吃了，比外面的水果还甜，太新鲜了。张倩倩满嘴汁水，兴奋地大喊，眼睛里满是贪婪。顾承泽也疯狂啃着蔬菜，大口大口吞咽，眼睛里满是占有欲，恨不得把这里的一切都占为己有。张倩倩突然停下动作，眼神阴鸷，凶狠地说：“这是顾软软的别墅，那这个地下室肯定是他弄的，他就藏在这里，躲在这里享福。”顾承泽眼中闪过狠厉：“媳妇，我懂你，等我们找到我姐，就把她弄死。这个地下室还有所有物资都是我们的，谁也别想抢。末世了，没有法律，没有道德，谁狠谁就能活下去。杀了他，我们就能独占这里，安安稳稳过日子，再也不用挨饿受冻。”两人对视一眼，眼中都泛起了杀意，眼神凶狠，顺着通道往地下室深处走去，一心想找到我，置我于死地。我站在暗处，看着两人贪婪凶狠的模样，嘴角的笑意越来越冷，眼神没有一丝温度。张倩倩说的没错，末世之下，道德沦丧，弱肉强食是唯一的法则，但他们忘了，我才是制定规则的人，是这条食物链的最顶端，他们不过是我掌中的蝼蚁，随时可以碾死。两人没走多远，就发现了地下暗河连接的净化器水源，清澈的水源源源不断流淌，干净又甘甜，水是纯净水，干净的饮用水。张倩倩尖叫着扑过去，趴在水源边咕咚咕咚狂喝起来，喝得呛到了也不停下。顾承泽也跟着猛灌，喝得肚子圆滚滚的，还不忘用手捧着水往脸上泼，缓解闷热和痛苦。高温和饥渴折磨了他们这么久，此刻终于得到了缓解，两人彻底放松了警惕，眼里只有占有和杀意，只想着找到我，霸占这一切。他们不知道，死神已经悄然降临，身体里的米酵菌酸中毒正在一点点吞噬他们的生命，侵蚀他们的五脏六腑。我缓缓走出暗处，静静地站在他们面前，眼神平静无波，如同看着两只将死的蝼蚁，看着他们一步步走向生命的终点。电视里正放着《楚门的世界》，我悠哉悠哉，手里端着一杯红酒。很快就该到真相大白的时刻了。顺着冷气和电视机的声音，两人终于找到了我的藏身地。宽敞的卧室，恒温冷气，柔软的大床，桌上摆满了零食水果、进口饮料，高档食材应有尽有。我刚洗完澡，头发还滴着水珠，穿着舒适的真丝睡衣，惬意地靠在沙发上，日子过得安逸又舒心。对比他们一身的狼狈不堪、恶臭不堪，我的生活如同天堂。云泥之别，张倩倩瞬间极度的发疯，眼睛通红，面目狰狞，尖叫着冲上来：“顾软软，你居然躲在这里享清福，过得这么好，却不管我们的死活，你这个……我要杀了你！”他扬起手，指甲尖尖，就要往我的脸上扇去，想狠狠打我一顿，发泄心中的愤怒。我眼神一冷，眼神里满是鄙夷和冷漠，抬手就是一巴掌，毫不留情。啪！清脆的巴掌声在卧室里响起，震得人耳朵发麻。我冷笑：“私闯民宅，还想打主人？你要不要照照镜子看看，算个什么东西？”张倩倩被打得偏过头，半边脸瞬间红肿，嘴角溢出鲜血，耳朵嗡嗡作响，愣在原地，一脸不敢置信。她不敢相信，从前任人拿捏软弱可欺的我，居然敢对她动手，还下手这么重。然而，当她转过头瞥向我的落地镜，看到镜子里的自己时，才震惊地尖叫出声：“啊，我的脸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？”他这段时间天天涂我那批9块9包邮的假护肤品，皮肤早就烂得不成样子，粗糙起皮，坑坑洼洼，哪里还有半分往日当校花的光鲜？身上的衣服更是不堪入目，沾满了上吐下泻的污秽，又被高温闷出一层层汗渍，又脏又臭，皱巴巴地裹在他臃肿的身上。整个人形容枯槁，面目狰狞，活像从垃圾堆里爬出来的疯婆子。而镜子的边缘恰好映出身后的我，头发半干，水珠晶莹，真丝睡衣顺滑贴身，我皮肤白皙紧致，神情冷淡又金贵，站在干净舒适、冷气充足的卧室里，如同活在两个世界。顾承泽见张倩倩被打，瞬间暴怒，像一头发疯的野兽，挥着拳头就朝我砸去。“你敢打我老婆，你这个白眼狼，我跟你拼了！”他以为我还是前世那个任人拿捏的软柿子，以为我还是那个可以随意打骂的姐姐，却不知道重生后的我早已脱胎换骨。我早已在地下室的健身房提前锻炼，加上这段时间营养充足，身体健康，力气远胜他这个长期营养不良的。我侧身轻松躲开，反手一拳打在他的胸口，力道十足。顾承泽闷哼一声，踉跄着后退几步，重心不稳，
他重重摔在地上，疼得龇牙咧嘴，半天爬不起来，根本没有半点力气，连站起来都费劲。两人瘫在地上，对着我破口大骂，脏话连篇，极尽恶毒，什么难听的话都骂了出来。顾软软，你这个不得好死，你冷血无情，会遭报应的。我没有理会，只是一脸怜悯地看着他们，眼神平静无波，没有丝毫波澜。我不用动手，不用沾一滴血，他们自己就会走向灭亡。身体里的米酵菌酸中毒已经开始全面发作，他们的时间真的不多了。时间一点点流逝，两人脸上的血色渐渐消失，脸色铁青发黑，浑身抽搐，四肢僵硬，连蜷缩的力气都没有，只能躺在地上痛苦挣扎。腹痛再次袭来，比之前更加剧烈，如同刀绞火烧，疼得他们死去活来，惨叫连连。张倩倩捂着肚子，痛苦地扭动身体。突然，她感受到身下传来一股温热黏腻的触感，她低头看去，鲜红的血液顺着大腿流下，染红了地面，触目惊心。好痛！我的儿子，我的孩子，不要，救救我的孩子！他发出一声惊恐的尖叫，声音气若游丝，微弱到几乎听不见，绝望到了极点，眼神里满是恐惧和不甘。顾承泽慌了神，手忙脚乱地扒着我货架上囤积的药品，想要给他喂药，做人工呼吸，却毫无用处，一切都是徒劳。那些药物因为不确定功效，甚至还发生了药物相斥，加速了张倩倩的死亡。张倩倩口吐白沫，眼睛一翻，身体剧烈抽搐了几下，便再也没有了声息，一动不动，一尸两命，死状凄惨，狼狈不堪。他到死都没想到，自己心心念念用来拿捏顾承泽的孩子，最终还是没保住，连自己也落得个惨死的下场。这都是他自私自利、作恶多端的报应。我闭了闭眼睛，对于拥有无法担当的父母而言，不生也是一种仁慈。我冷眼旁观着这一切，心底没有一丝怜悯，只有大仇得报的平静。前世的血海深仇，今生的精心报复，终于到了最后一环。张倩倩死了，一尸两命，接下来就是顾承泽这个害我前世惨死的始作俑者，我的亲弟弟。我居高临下地盯着他，就像前世他高高在上地看我，现在该轮到谁了？我亲爱的弟弟。顾承泽看着死去的张倩倩，又望着冷漠的我，终于彻底崩溃，精神彻底垮了。他扑通一声跪在我面前，膝盖重重砸在地上，声音颤抖，苦苦哀求：姐，我错了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爸妈都死了，倩倩也死了，现在世界上就剩下我们姐弟俩相依为命了。我们是血浓于水的亲人啊，唯一的亲人了。你救救我，我以后一定好好伺候你，给你当牛做马，洗衣做饭，什么都听你的，再也不敢欺负你了。姐，求你了，救救我！他磕着头，额头磕出鲜血，顺着脸颊往下流，试图用最后一点亲情打动我，让我心软救他。可他不知道，他所谓的亲情早已被他自己亲手消耗殆尽，一丝不剩。我对他只有恨，没有情。我逆着跪在地上卑微求饶的顾承泽，眼神冰冷，没有一丝动容，缓缓开口，声音平静，却带着彻骨的寒意，细数着从小到大的所有不公，每一件事都刻在我的骨子里。你也配提亲人？你也有脸说我们是亲人？小时候过年的枣花馒头，你偷吃，我只是碰了一下，就被罚跪雪地一夜，高烧不退，落下病根。你有把我当姐姐吗？你有过半分心疼吗？长大之后，我试图逃离你们，考得远远的去上大学。我白手起家创业，一步步攒钱。可我辛辛苦苦赚钱买的别墅，我的全部积蓄被你们霸占。我好心收留你们，却被你们当成佣人，随意打骂使唤。你有把我当姐姐吗？我顿了顿，忽然轻声开口：不妨告诉你，让你死得明白。其实我是重生的。顾承泽震惊的瞳孔一缩，重生？姐，你到底在说什么？我不管他能否听懂，自顾自地笑了。笑着笑着，我忽然泪流满面。上辈子高温降临，你们为了一口吃的，为了少一张嘴吃饭，把我赶出家门，让我在60高温里被活活烤死。我拼命拍门哀求，你们视而不见。你有把我当姐姐吗？你们逼死妈妈，逼死爸爸，为了物资不择手段，自私自利，毫无人性，双手沾满亲人的鲜血。现在落得这般下场，都是咎由自取，罪有应得。我不会救你，也不会原谅你，永远不会。前世你欠我的，今生你该还了，用你的命来还。我的声音平静，却字字诛心，每一个字都像一把锋利的刀，狠狠扎进顾承泽的心里，让他绝望到了极点。他看着我冰冷的眼神，终于明白，我再也不会对他有半分心软了。他必死无疑。顾承泽绝望地瘫倒在地。姐，对不起。话音刚落，就在下一秒，顾承泽的毒素彻底发作了，他的五脏六腑被侵蚀，浑身抽搐，口吐白沫，在极致的痛苦和绝望中彻底没了呼吸，死状凄惨。我看着地上的2具尸体，终于长长舒了一口气，压在心头2辈子的仇恨彻底烟消云散。曾经的我善良心软，渴望亲情，渴望家人的温暖，却被这家人日复一日的消耗伤害践踏，最终被活活逼死在高温里。是他们亲手把我逼成了铁石心肠的人，摧毁了我对亲情的所有期待。如今家破人亡，支离破碎，
不过是多行不义必自毙，天理昭彰，善恶终有报，他们的下场都是活该。6个月后，一场连绵的暴雨倾盆而下，恐怖的高温终于退去。科学家研制出了疫情疫苗，远古病毒渐渐削弱，瘟疫消失，世界恢复了往日的平静，阳光重新洒满大地。有人打开别墅门，发现了2具干尸。尸检结果显示，为米酵菌酸中毒死亡。所有人都同情我，失去了所有家人，成为了孤儿，对我嘘寒问暖，只有我自己，这才是我最想要的。如释重负，轻松无比。我改掉了名字里的软软，为自己取了一个崭新的名字，顾己，只顾念自己。从此彻底告别过去的不堪和痛苦。因为前世今生对高温的恐惧，我卖掉了别墅，带着所有积蓄，定居在了高纬度、气候凉爽的东北。我找了一份清闲的工作，闲暇时漫步在雪山之巅，泡着温暖的温泉，吹着清凉的晚风，看遍雪山美景。高温退尽，海晏河清，盛世太平。我终于摆脱了吸血的家人，走出前世的噩梦，迎来了属于自己的自由、幸福的人生。